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小姐。我们这里是一个泳池派对，必须穿泳衣才可以入场，所以不好意思啊。周小传。老大，怎么了？好，明白。哎，不是说是泳池派对吗？怎么变成泳装派对了？这个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！我告诉你啊，这次我要被老大给杀了，你也别想活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帅哥，不穿泳衣就真的不可以进去吗？就不可以通融一下？像我这样的美女也不可以吗？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起来。钱带了吗？东西呢？开始行动。是老大。快！跟上！快！放下。小帅，这边交给你了。都别动！快！别动！蹲下！全部蹲下！全部站起来！小帅，行了，把整个酒店封锁起来。好，全部带走。居然还有一个！周警官，街口有异常！什么？街口有异常！老大，你别转了，到底怎么了？老大，到底怎么了？这是？你刚才看到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就看到你在滚床单啊！你找死啊！不是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真的。你去查一下这间房间入住客人的所有信息。好，老大，放心。
小子，手上东西交出来。好啊。白警官辛苦了。老大，老大，哎呀，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人呢抓了4个，跑了1个。跑了一个啊？你怎么干事的？怎么让人跑了一个啊？不是老大，你和那个人不是？这个我让你查的那个4120怎么样了？查了。今天这个酒店呢有个派对，3楼、4楼的房间呢都用来换衣服和休息了，所以没有什么客人进行登记。那服务生呢？总有人照顾客房服务吧？服务生我也问了，那个房间的服务生叫做思思，之前我来宿舍酒店做检查的时候曾经碰到过她，她是个单亲妈妈，就是在这里做夜间兼职而已。那个人没什么疑点。那个女人可信吗？可信。现在嫌疑犯跑了一个，赃物也不知去向。那在4120出现的那个男人，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同伙，把他查出来，挖地3尺也得给我把他查出来。是。白警官，白警官，剩下的那个嫌犯抓到了。抓到了？怎么抓到的？哦，不知道是谁，把他扔在后边的小巷子里了。好了，任务圆满结束。和兄弟们说，收队，收队，收队。好，去吧啊！哎，收队！老大，那个男的还查吗？收队，收队！老大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查，必须得查！查，必须得查。那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开车回去就行了。走吧。哎，不是，老大，其实你穿泳装挺性感的。走了，老大。说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
我叫白锦溪，是观湖公安局的一名女警。5年前，我在一场重大的事故里失去了所有的记忆。从那以后，我拼命地努力工作，希望每天晚上不要再做那些梦。但是无济于事，那些噩梦就像是我失去的那些记忆的碎片。小白，走。小白，走，小白。走，小白。老大，走。我跟你说，昨天各部门的联合行动特别的成功，现在嫌疑人全部抓到了，而且文物也都找回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怎么了？受伤了？我给你看看。有病啊！大早上的。小七，你怎么回事？大清早的打字声音不能小点啊！我去，今天老大心情那么不好啊，那倒霉的肯定就是我啊！不行，吃饭睡觉大小赚，我一定要改变他这个日常行为习惯。哼哼，这个人一定可以帮我。救命啊，徐医生！今天老大心情不好，求治愈。请翻看尸检报告第23页，被害人创伤描述那一项。这什么声音？9号，你来回答一下受害人右侧大腿的伤痕是哪种凶器造成的？伤口边缘呈放射状，是刺伤。切口不大，会不会是水果刀？你的语气里充满了猜测。当一个合格的法医必须严谨，否则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12号，你来说。伤口边缘的确呈放射状，且带有皮革状硬化现象，切口并不大。这说明凶器的边缘锋利，而顶部并不尖锐，所以这并不是水果刀，而是瑞士军刀中的锉刀。我曾经强调过很多次，对伤口的深浅程度以及受力面积的分析，是准确判断出凶器的重要线索。可是，你们都只注意到了伤口外化浅表的信息。现在，请将报告翻到第10页，从第5行开始。你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个数据判断出，这是因为凶器长度受限，即便全力刺入，也只能到达机体部分。然而，嫌疑人与受害人均是女性，在他们的日常用品中，只有一样物品最接近——套装的指甲长锉刀。指甲长锉刀就是也是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哎，徐教授那么厉害，当个医生可惜了，怎么不去当法医啊？人家有自己的追求，他做菜那么厉害，你怎么不说去当个厨师啊？人家不仅是医生，还是法学顾问，还给心爱的女人做饭吃，真好。我要是有徐教授这样的男朋友就好了。
徐医生，我早就听闻你自恃才高，不蹈常规。可你怎么对给学生上课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也如此随便的对待呢？林教授认为我今天所讲的内容有问题吗？如果您对我的分析没有异议，那么现在就可以下课了。如果您对我这个兼职法医学顾问有异议，那么可以解除聘请合同。毕竟我还有比在这儿教一群粗心大意的学生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你，他叫徐思白，是一名医生，他专业性非常强，特别是在法医学上，所以我们经常会邀请他来做法医顾问。我习惯用生物课本里的共生关系来形容我们彼此。我呢，没了他的喂养，也许会饿死；他要是没了我的陪伴，也许会无聊死。吃饭吧。今天又给我做了什么好吃的？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怎么了？你不会又跟别人动手了吧？才不是呢，是我倒霉。昨天联合行动的时候，遇到了一条疯狗。我帮你看看。好啊，来，这儿。别老总拿自己当男人一样冲锋陷阵的，万一遇到了狠角色，吃亏的是你。唉，对我来说啊，小伤而已啊，2、3天就好了。还疼吗？好像真的好一些。吃饭吧。哇，什么鱼呀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老徐，你的手艺真的是没话讲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本来今天我的心情挺不好的，吃完你做的东西，我觉得生活一下子又美好了。哼！老大，许医生，吃什么好吃的呢？给我吃一口。好辣！不能吃了还敢抢我的东西吃啊！我跟你说，有人报案了。老徐，我先走了，不送你了。真是的，怎么不早说啊？走了，徐医生。这真的太辣了。刚刚接到报案，犯罪现场就是红星剧院。白警官，现场什么情况？现场非常干净，别说是指纹了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走。好。
大的青苹果，假的玫瑰花，精心布置过的童话主题。好香啊，闻得我都饿了。老大，老大，过来看看，这儿还有碗鸡汤馄饨。那个犯罪分子昨天不会在这吃了宵夜了吧？嚯，连蚊香都用上了。看来这个案犯是把这里完全当成自己的家了。白警官，管理员到了。是你报的案？对，警官好。这个剧场平时什么人来的多一些？剧团解散以后，团里的人不怎么来了，偶尔有单位把这个地方当排练场，仓库都租出去了，放了很多别的团的杂物。我也是每个月来一次，顺便交交水电费，也不让这个地方完全废了。那些东西呢？是以前就放在这儿，还是从什么别的地方搬来的？仓库本来就放了挺多剧团的东西，这床啊、布啊，都是以前剧团留下来的道具。这衣服，我想也是剧团不要的戏服吧。带他回去录口供吧。是，走吧。啊。这个景说起来还真挺美的，但是就是有点瘆人。哎，老大，你看过《安徒生童话》没有？这个景和里面的一模一样，好像说有个什么女人像死了一样，在一个阴森幽暗的古堡里睡了100多年。没文化真可怕，那是睡美人格林童话。哎，那童话不都一样的吗？白警官，马小姐，我是负责你这个案子的警察白锦溪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现在方便吗？昨天晚上你回到家，有发现什么异常状况吗？我昨天跟平时一样，回到家上了会儿网就睡了，怎么会被？那你在睡觉之前有发现什么异样吗？或者在睡梦当中有没有被吵醒过？我中途好像是醒过一次，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做梦还是现实。我做了一个特别美妙的梦，可是做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忽然醒过来，有个男人趴在我身上，我想尖叫，想把他推开，但是脖子一痛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那你有没有看见那个男人的脸？他好恐怖，我的视线都还没有开始聚焦，就已经被弄晕了。我当时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明明是一个美梦，为什么醒过来会变成一个噩梦？马小姐，你一直在说做梦，你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梦？能跟我说说吗？是那种梦。我梦见我在睡觉，不知道从哪儿传来弹琴的声音，然后我就醒了。那琴声好像是从衣柜里传出来的。我很好奇，走过去打开衣柜，
越到了另一个世界里，好美，好美。对，就像童话世界一样。我看到了好多鱼，就在我周围游动。那是一个美丽的海底世界。我梦见我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公主。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自己。一身白裙，美丽的发饰，好看的妆容，我置身其中，简直美妙极了。然后，我居然真的就看到一个王子般的人。你的意思是春梦吧？那然后呢？然后，他带着我来到一个巨大的古堡里，他邀请我共舞。我本来是不会跳舞的，但是在他的带领下，我跟着他的步伐，一点一点，居然真的跳了起来。后来，他牵着我的手，带我走进了一个房间。我就这么跟他面对面坐着，我离他那么近，甚至可以感觉到他呼出来的气。你愿意沉浸在这样的美梦里吗？我愿意。喜欢吗？舒服吗？这是我留给你的最美的梦。梦里的场景美妙极了，虽然很梦幻，但是我置身其中却显得那么真实。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自己被打扮成公主的样子。每个女人都会幻想自己成为公主的吧？你是说，你梦里的那个男人是张哲瀚？真的是他，我摸了他的脸，确确实实就是张哲瀚。如果真的是他，就算那样对我，我也会很开心的。可是，我怎么可能真的跟男神春宵一夜呢？那个男人用我男神的样子来欺骗我、侮辱我，还粉饰了一场美梦，太无耻了！我恨死他了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他的。能让受害人沉浸在一种状态中，怎么感觉有点像催眠呢？老大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我想去找一下老徐，看一下受害人的身体检查报告。哎，你说，现在这个狼多肉少的时代，强奸案还真是频繁发生啊。要是全社会的男人都跟你似的，就天下太平了。哎，老大，我可是直男。哦，对了，还告诉你件事啊，
我最近听顾局说，好像有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要到咱们局里来。什么人物？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有一天我听顾局打电话，语气那叫一个谄媚，一个劲儿的让人来局里坐一坐，还说什么交流交流经验。哼，老顾这么一副捡到宝的样子，那人什么来头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但是顾局搞得那么神秘，铁定不是什么坏事儿。你想一想，平时要是有什么糟心的事儿，他肯定第一时间毒坏咱俩。哎，我还听顾局在电话里提到你了，说什么让那个人啊好好带带你，多传授你一些刑侦破案的经验。老顾真这么说？当然了，根据我的推理，我判断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刑侦界的前辈，要不然就是个辣手神探。哎，你说顾局有什么好事儿，他怎么就想不起来我呢？你？你半桶水的样子，能跟着我就不错了。哼，我有那么差吗？那这个案子你倒是做出点成绩让我看看啊！好，这次就看我的。老徐，锦溪，红星剧院那个受害人的身体检验报告是不是在你这儿啊？没错，在我这儿。我想看看。一手腕不方便，我读给你听吧。来，坐下。你总是这么贴心，你不嫌麻烦，我当然乐意喽。受害人无暴力性外伤，腰腹左侧有一处过敏性紫癜。我从市医疗系统里调看了他最近1年的病历，虽说他属于血瘀体质，但我不认为这和最近季节变换等外围环境问题有关。相反，他体内检测出的不属于麦角酸2乙酰胺和苯甲2胆卓范畴的药物更令人在意。拜托，你能不能说人话？这我哪听得懂啊？受害人身上虽有血瘀痕迹，但与嫌疑人施暴无关。我认为可能是被施暴前摄入体内的药物诱发。目前只能排除说不是 LSD 迷幻剂，具体是什么还在检测。受害人体内也未留有精液，但可以肯定发生过性行为，内部还残留有润滑剂。润滑剂？什么意思啊？说明嫌疑人在施暴的过程中担心弄伤受害人。嫌疑人出人意料的温柔，会担心受害人受伤的强奸犯，哼，还真是闻所未闻。还有，虽然在现场没有发现精液，但我们在对受害人衣物做检测的时候，发现了疑似精液的痕迹，具体还在鉴定。确认后，我们会和档案库里的做对比，看他是否是有案底的嫌疑人。谁啊？谁啊？是我，思思。
我了？怎么好端端去医院了？思思，谢谢你敢过来陪我。好好好，怎么回事啊？好了，去那边说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来，怎么了，小飞？我被那个了。那个？我今天早上在一个废弃的剧院被人发现，医生检查过了，我真的被强暴了。强暴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思思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真的好害怕，就算是在自己家里，我都觉得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我。别怕，别怕。要不这样，今天晚上住我家去，我们去收拾点衣服。怎么了，小飞？没事没事，我打电话。喂。对。马小姐是什么时候报案的？今天早上报的案。今天味道不错嘛。他在哪儿？就在这儿，18楼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照片的？白警官，白警官，门锁没坏。继续查。是。马小姐，你别难过了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我们一定会出来的。案犯在犯罪后来过受害人的家，并在衣柜里进行了精心的布置。我带你去。不用。过来吧。你看，警察来了，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马小姐，您先控制下情绪，然后告诉我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马小姐，您昨天晚上是几点钟回来的？我是6点钟从医院回来的，因为害怕，就给思思打了电话。也就是说，之前犯罪嫌疑人已经在这里布置了。刚才我们检查过门锁，没有暴力破坏的迹象。犯罪分子可能是个开锁高手，或者他已经有你家钥匙了。马小姐，你好好回忆一下，最近有没有把钥匙给过别人？没有，连思思都没有我家钥匙。马小姐，你不用害怕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会24小时派人保护你。即使你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模样，我们也一定会抓住他。你是他朋友？是的，我昨天过来就一直陪着小飞，后来看到那些照片，这里不许进，我就给你们打电话。我是警察。你是哪个所的？我怎么不认识你？我不是这儿的警察。不是这的警察就赶出去？案发现场闲人免进，不知道吗？哎，稍等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朋友。我看到照片以后特别害怕，就给他打电话了。他一早就过来了，让他留在这儿吧，他也是警察。你也是警察？韩晨。韩晨，哎，过来，你就是连破3件全省大案的韩晨？我想，应该就是。哎呀，你是我男神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老大，布局说的就是他。哎呀，韩晨，本人我传，关虎警校毕业。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和你一起战斗在公安第一战线上。我今天终于见到活人了，先抱一个。韩晨，你是我偶像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的偶像。你这见人就抱腿的毛病，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？哎呀，老大，那么
都能给我点面子。看一下什么样？这个案子是你负责的？没错。过来一下，有些话要跟你说。好。我不说废话，就说3点。各位，这位韩大神说他有话要说，来，请吧。好。怎么不说了？你不说我就说了。我也不说废话。这个案子，我已经有了3点结论。第一，案犯就居住在案发现场5公里的范围内。第二，他的工作时间相当的灵活。第三，他的职业可能是设计师、画家，或者是其他跟艺术搭边的工作。那小白，犯罪现场到底是在红星剧院呢，还是在这儿呢？马小飞是昨天上午被人在红星剧院发现的。我们之前一直误认为红星剧院才是第一案发现场，可是根据今天的情况，我判断马小姐是在这间屋子被人给掠走的，所以这间屋子才是真正的第一案发现场。案犯在红星剧院大费周折的布置，需要花费很多时间，做充分的准备。作案的时间、地点都是他之前就确定好的，包括受害人，也是他跟踪、甄别、筛选出来的目标。之后，他多次进入红星剧院布置，到受害人家附近来踩点。这么嚣张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确定我们警察的排查短期之内查不到他，而且马小姐的口述也说了，她近期并没有跟人有什么纷争，没有什么情感纠纷、利益冲突，我们可以暂时排除是熟人作案的可能性。我判断，这个犯人他就居住和工作在这一附近，对周边的情况相当的了解，所以我建议，把搜查的重点就放在5公里的范围内。他有那么多时间来策划犯案，那他自己的工作一定是灵活性非常高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发现，根据现场的布置，这个人是一个有着一定的对艺术的追求和理想，他所做的这一切，就是在为了自我满足。综上所述，如果我们认定是陌生人作案的话，那么我们要找的就是一个居住在附近，有着跟艺术搭边的工作，而且工作时间绝对非常灵活的嫌疑人。老大高见。对，道理。说完了。我去看过1次资料，就只说3个明显的疑点。跟同类案件相比，第一，我询问过受害人，案犯似乎非常重视受害人在期间获得快感，甚至会让受害人产生一种美梦成真的错觉，这是很少见的。什么原因？第二，案犯为什么要把受害人从这儿转移到红星剧院？如果他是为了掩盖这里是第一案发现场的话，那他为什么还要回来到这里布置照片？第三，按照现场的勘查来看，案犯没有留下任何的脚印、指纹，还有毛发，说明他行事非常的缜密。这么一个人却留下了精液和照片，只能是他故意让警方发现的。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你刚才的推论完全解释不了以上3点。除了非熟人犯案我赞同之外，剩下的你可以再好好考虑一下。我说完了，告辞。真是厉害呀！是啊，不愧是神探啊！帅你个头！
帅不帅？帅，帅不帅？帅。刚才那个人呢？出去了。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。寒神，别说你是寒神，就即是神仙，也不可以在我的地盘撒野。你找我有事吗？你这个人真够阴险的啊！你鬼鬼祟祟的躲在这儿干嘛？偷听我说话呀？说我鬼祟，你不也喜欢一见面就动手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之前在宿舍，我不知道你是警察，所以抱歉了。原来是你！哎，怎么了？你当时为什么不亮明身份？管警官，怎么了？没你们事儿。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吧？我是为了私事去的。再说了，根本就没想到会跟你们打照面。你虽然是个警察，可是你隐藏身份、妨碍公务，还公然袭警，就凭这些，我就应该逮捕你。那是个误会。再说了，我把逃犯还有赃物全都给你们抓回来了，就当我将功补过啊。那不是你作为警察应该做的吗？我最讨厌警察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次。身为一个警察，你刚才的应激反应能力完全不合格。如果我是个罪犯的话，你这会儿已经让我逃走了。我还轮不到你来教训。松开！你先送，你先送，一起送行吧？好。1、2。等一下！你这个人这么赖皮，如果我松手了，你不送怎么办？锦溪。气死我了！轻点儿。我听说，你刚才现场就给出了犯罪心理的结论，有点不像你啊。我是一看见周小传那个狗腿样，我就没忍住。那哪是什么结论呀？那就是我胡乱编出来的。所谓输人不能输阵势，对不对？我当然知道，还有一大堆证据还没有搜集，很多疑点呢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着急过来找你。受害人衣物上残留的物质确定为精液了，目前还在数据库里做对比，下午结果就出来了。你要是有空的话呢，可以来局里拿一下。另外，受害人体内残留的药物也有结果，是裸头草碱。裸头草碱，我记得你上次是给我科普过的。这个裸头草碱就是一种从蘑菇身上提取的致幻成分，对吧？对。老徐，你干脆直接调到我们局里来得了，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，真的。
偶尔帮帮你呢，我是乐意的。但是让我长期解剖尸体，你还不如让我当个杀鸡的厨子呢，是不是？不过锦溪啊，你到底为什么又和别人杠上了？一言难尽，算我倒霉。下次别再让我碰到那个混蛋。哎，还疼吗？啊！哎，这你拿去用。我以后是不是得给你改名了呀？叫哆啦 A 梦徐得了。你这口袋里什么都有，就跟百宝箱似的。你呢，没事老受伤，身边应该常备一只。来，我帮你擦。不用不用，待会儿回到局里，我让小壮给我弄好了。啊。我倒想看看这哆啦 A 梦徐的口袋里到底都有些什么。哇，橘子味的！你喜欢吃就给你吃吧。够意思。老徐啊，你说全世界的人要都跟你一样这么善解人意的，那就好喽。我哪有那么好？你当然很好，你看你，工作好，会做饭，人又长得帅，又体贴，又温柔。我真的觉得你呀，就是全宇宙第一大帅哥，第一大暖男。所有男人跟你比起来，特别是刚才那个韩城韩混蛋，简直是没法比。韩晨是谁？就是你刚才看见那个混蛋啊，他就是我的克星。我一碰见他呀，我就要倒霉。我这胳膊就是他弄伤的，关键我们顾局说要把他弄到我们局里来，他来了，我怎么活呀？真的很混蛋，他搅黄了我的工作，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，反而还数落我一番。拜托大哥，我去酒店是去抓贼的，你以为跟你一样啊？去鬼混开房，我都不知道这种人到底是怎么混到我们公安队伍里来的，真气死我了。你跟人去开过房吗？没有啊。真的？你可以去查身份证信息。跟你开玩笑的。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，你多洁身自好啊，哪像那个韩混蛋。我最讨厌私人信息被登记了，而且我一个人惯了，没有开房的需求。你呀，再这么禁欲下去，等老了只能跟我组一个祝孤生和一人乐的组合了。哼，那也不错哟。老大，说对了。徐生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我先走了，我还得去劝劝顾局，别让那混蛋来我们局里了。像小赚他们，都还是一张白纸呢，别害了这些孩子。走了。再见。拜拜。走，回局里。回什么局里呀？今儿顾局给了我们一个艰巨的任务，你忘了？什么任务？什么任务？老大，你这失忆症的毛病真该治一治了。如果没有我这个活地图，你该怎么活？你就只剩下这点好处了。说吧，去哪儿？去了你就知道了，绝对嗨！你别跑，大灰狼，你别跑！哦，我正跑，我是大灰狼，嘿嘿嘿嘿。我就是传说当中大灰狼的猎人小红帽。那个姐姐刚才呢是跟各位小朋友开玩笑的，在座的小朋友每一个都很漂亮，将来长大了穿上制服一定会比姐姐更好看。好啦，现在小朋友可以自由去玩啦。拜拜。别摔跤了。小
小朋友，怎么啦？你怎么不去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呢？他们玩的游戏太幼稚了。幼稚啊？那你告诉姐姐，什么样的游戏才不幼稚呢？魔术。魔术？你喜欢魔术啊？爸爸说会带我去看马戏团的表演，但是他总是没有兑现。我相信你爸爸一定会有时间带你去的。不用送了。好，警官慢走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老大，今天我真怕你说实话，今天的小朋友真太调皮了。小孩子的心啊，是这个世界上最纯净的东西，我怎么忍心让他们有那么一丁点难过呢？喂。哦，好，行，我知道了。走吧，徐丽让我们回去看马小飞案件的监控。妈妈，韩叔叔来了。谢谢。你朋友那个案子，关湖公安局已经接手调查了。对不起，把你牵扯到小飞的案子里来。那天看到照片，我第一反应就是给你打电话。市刑警队的宁队长已经找过我了，希望我在调研期间帮忙指导工作，所以说这已经是我分内的事了。你是不是和民警说，昨天傍晚6点的时候你和马小飞在一起？小飞不会说出去的。你找我帮忙，又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但是以后你不能这么做了。你嘱咐我的事，我昨天去问过了，还是没有结果。你都去省刑警队快3年了，你还在找他，我真佩服你，都这么久了还不放弃。只要有一天没找到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可万一根本就没有他这个人呢？自打你醒来以后，他就没在你身边出现过，你对他一无所知。如果这个人真的有的话，总该有他在这个世上存在过的蛛丝马迹吧？也许吧。身边的朋友都告诉我，这是我自己的错觉。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，这种感觉是多么的强烈，已经强烈到我无法忽视了。如果没这个人的话，这种感觉是从何而来？好吧，我说不过你。不过你也不要太逼自己了。我相信有一天，你会跟他再相遇的。希望如此。对了，你在江城待几天？不知道，得待一阵子吧。你救过我的命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谢谢。对了，今天老板不在，我做了鱼，你留下来吃饭吧。不用了，我刚刚想去附近转一下，看看你朋友那案子还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也是，小飞的案子那么邪门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了。韩琛，你一定要帮我揪出凶手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力的。不行，我休息一会儿啊！再这么看下去，我狗眼都看瞎了。准你休息5分钟，今天还有很多东西要看呢。哎呀，老大，我觉得这样不是办法。我们这样找下去，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嘛！案犯居然在案发的第2天还跑到马小飞家，那附近的监控很有可能就拍到了他。只是可惜，马小飞家住的是老城区，很多监控都坏了。我把所有能调来的都找来了，但凡发现形迹可疑的人，全部都记录下来。我们只要抓到一个线头，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。好，我就争取一下子把这个人给揪出来。一下子就揪出来？你要真能一下子就揪出来，我们俩去买彩票得了。赶紧的，赶紧看吧。看完这些，下午还得去红星剧院走访一趟，还得去尸检所拿检测报告。徐医生，
嫌疑人和数据库对比的结果已经给了白警官和周警官了，你不去见见他们？行了，干活了。徐医生，你长期待在医院里，可能不知道，公安机关吧，不像医院有护士天使，那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，尤其是刑警，个个跟狼似的。难得你对他这么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怎么还没成为她男朋友啊？给点力呀！我现在跟他这样就很好。徐医生，不是我说你，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就去追呀。大爷你好，我是警察，请问你们这附近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？没有，那你们每天都会在这聊天吗？你好，打扰一下，我是警察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？谢谢。请问见过这个女孩没有？我看看，没见过。我们是警察。警官好。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你问。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新闻？跑了一下午，什么线索都没有。你以为我们拍的是推理电视剧啊？啊，线索一个一个自己往外冒。现实生活当中，大部分的案件都是由细碎的调查、分析、总结、拼接，最后才能找到线索。马小飞这个案子目前只有一件，而且案犯的经验跟数据库的又对不上，就说明这个罪犯不是惯犯。现在可供采样的数据还是太少了。有道理。那就赶紧多发生几个案件，让我们有更多的线索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是个警察，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案子当然是越少越好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那就祝从明天开始天下太平，回到夜不闭户的年代。哎，对了，我们晚上去哪？回局里啊？你先吃吧，吃完了我想到马小飞家附近再去转一转。之前看过监控，我想在实地走访一下。好。我眯一会儿，到了叫我。怎么了，老大？做了一个噩梦。噩梦？什么噩梦把你吓成这样？没事吧？我梦见一个杀人狂魔，只拿着一把斧头在追我。哎呦，我就和你说过，你平时就别看那些血腥的电影。今儿又被卸哪了？你才被卸了。我这次差点就看清楚那个人的脸了。
逆境、富足困苦、健康疾病，我都会永远的爱着你，珍惜你。其实漂亮吗？答应我，以后都不要再离开我。